哇，师兄炼制的这些毒粉简直太好用了啊！也不知道师兄现在是否平安。北居泸州那么凶险，据说一只虫子都能要了仙人的命呢。臭师兄总是叫人家稳重点，自己却偏偏去冒险，还不带上他机智勇敢的小师妹。灵娥越想越气，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片阴影。灵娥师妹小心，快闪开！突然间，耳边传来了几声着急的呼喊。灵娥下意识地抬头，却见7、8只虾妖已经冲到了自己面前，10多把明晃晃的大钱刀对着自己当头劈下，地面还有一个个坑洞，这些虾妖是从地下偷袭而来的。电光火石间，灵娥轻呼一声，随手在袖子中拿出一只瓷瓶扔了出去。大师兄的嗓音也在他心底响起，遇到紧张情况或者是难缠的敌人，就扔这个瓶子。那只瓷瓶在妖群中炸碎，其内冒出了一股青色烟雾，转眼间将这些虾妖包裹。下一瞬，一只虾妖悬停在半空，海风一吹，这些虾妖有着坚硬外壳的身躯凭空消散，直接化作了漫天七彩斑斓的气泡，随风轻轻飘荡。蓝灵娥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但是随之就感觉到周围的氛围有些奇怪。她扭头看了眼，却见几名冲向自己这边的师兄师姐身形僵在了不远处，一个个面色颇为古怪。灵娥轻轻地眨了眨眼，当啷一声，有一个化神境的男弟子长剑落在了脚边，赶紧低着头捡起来。灵娥师妹，你忙？我们就路过。刺灸的气息消失了，那个化神9阶的渡仙门弟子也消失了，这事儿有些古怪。密林深处，一处隐秘的山谷中，几道黑影潜藏在一处灌木丛中，在传声商量着什么。一人骂道：八成是拿了好处杀了个人就直接走了，哼，这般人物当真是信不得，还是自己培育出的手下可靠一些。困龙阵准备好了吗？已经摆好了，绝对能困住那个渡仙门的真仙。很好。虽然情况有变，但问题应该不大。主事者沉吟几声，稍后给四公子去信，安排一拨人故意劫杀四公子，把那个渡仙门真仙吸引过去。我们亲自出手，将那2名弟子抓去困阵中，再将这名真仙引入困阵。此事事关复国大业，六公主是最好的机会，这次必须控制住六公主，顺带也让四公子得偿所愿。几道黑影轻声笑了几声，主事者做了个攥拳的手势，其他几道黑影四散离开，迅速消失不见。半日之后，几名黑衣人突袭袁清与有金悬崖，袁清当机立断捏碎传音符。正在王琦和刘烨儿上空盘旋的九九突然精神一振，转身冲向西南方向。宇文林勉强跟上九九的身形，跟在他身后。九九刚飞走，下方便有10多股气息冲出，更有2名归道境的炼气士出手偷袭，将王琦和刘燕儿打晕带走。半个时辰过后，九九又急匆匆地飞了回来，宇文灵却留在了袁清与有琴悬崖的上空暗自保护。此时九九也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，但自己冲得太快，等他找到刘燕儿与王琦时，自身已经陷入了某处大阵。周围遍地白雾，仙石探查四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将王琦和刘燕儿夹在肋下，九九在困阵之中一阵乱飞。本就不擅长阵法之道的他，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原地打转。还好有个大块头将军去守着袁清和悬崖了。九九心底刚松了口气，
想静下心来思索破阵之道，但是耳边又浮现出了李长寿进入乱帐宝林时那声叮嘱。九师叔，来路不明者始终有些可疑，不可轻信之。那个宇文灵莫非……一时间，九九额头上泌出了2滴冷汗。这一环扣一环，我好像从开始就上当。李长寿那家伙怎么样？他修为最低，会不会已经被这些人害死了？这些人8成就是冲着玄雅和元清来的，我早先怎么就没发现呢？九九破口大骂：你们这群小小之徒，有本事出来跟本仙大战300回合，用这些鬼魅伎俩算什么猎奇事？然而大阵范围内只有一群群毒虫和几只同样迷路的毒兽，完全没有半点回应。哎呀！九九把昏迷的2个人往地上一扔，一阵跺脚，身上麻衣短衫处某处区域的绳线一时间岌岌可危，压力倍增。阵法什么的简直烦死了。而后仙节草这个东西还真难找啊。进入北距泸州的第12天，走出乱帐宝林后，李长寿又朝着西北进发了1600余里，按时抵达了他那张地图上标志的区域。这片区域大概方圆300多里，有丘陵、沼泽、山脉末端等复杂地形结构。因为稍深入北距泸州，毒兽毒虫比外围凶猛了许多。李长寿一直保持12分的警惕，小心翼翼地搜寻着自己想要找到的那株毒草。但是连续搜查6日，各类毒草灵药采了不少，但是自己冒险前来北距泸州的主要目的依然是没有半点踪影。这日午后，忽逢一场毒雨，从空中落下的雨水竟都是剧毒之物。李长寿不敢贸然活动，就近找了一处悬崖，在悬崖上开了个洞，钻了进去，临时探查山壁各处，等待着雨停之后继续找草药。这6日来，他已经将这片区域快搜查完了，依然找不到仙节草的踪迹。仙节草，仙节草，何必如此躲猫猫？大家痛快点，见个面不好吗？李长寿打个哈欠，盘坐在洞中，将自己的状态调息到最佳。他是在一本古籍上得来的讯息，发现这片区域有仙节草生长。直接来这儿寻找，是获得这株药草代价最小的办法。如果真的找不到，李长寿决定稍后回去的路上去之前的那个镇子碰碰运气，哪怕倾自己这100年来坑蒙拐骗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有零食宝物，能换来一株仙节草也是值得的。若是此路再不通，那李长寿也没什么办法了，只能够回山之后再做打算。这场大雨来得急，却一时间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李长寿也难得可以休息一下，略微放松紧绷的心神。自己虽然有一小撮赤阳毒龙涎，一直免受毒物侵扰，但身处这般险地，他也很难对自己说不必担心。九师叔应该无恙吧？又想起了9天前自己灭杀的那名炼气师，李长寿拿出那颗摄魂珠，想要看看那些记忆碎片，其内的残魂却早已经消散。罢了，总归与我无关。这伙人计划周密，又有元清这个大暖男做内应，凭九师叔的头脑，应该很轻松就会被诓入大阵。九师叔这个人修为高，性情也算可爱，但有的时候就是性子太着急了一些，酒劲儿上头就会不管不顾。倒是可惜了那个有心悬崖，在仙门中修行这么久，依然是躲不过俗世的王权争斗，而他身边一直大献殷勤的青梅竹马，却是最为居心叵测之辈。李长寿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，也没有去拯救公主、改变他人命运的义务，
有秦玄雅在他的眼中，也就只是一个容貌出众的麻烦而已。这种大因果，自己能躲就躲，躲不开，也不能被牵扯进去。头顶突然传来了阵阵雷声，李长寿开始检查自己还剩下的各类资源。丹药充足，符箓充足，赤阳毒龙涎还可以再撑9日，足够自己探查完这片区域，而后从容地离开了。接下来自己如果动作再快一些，将这片区域搜索完，还能向北面或者西面多搜寻一些区域。先结草啊，先结草，老哥现在很狂躁。轰的一下，山壁突然一阵震颤，这抖动的频率，李长寿迅速扩散开灵识，很快就看到了头顶云层的异样。云雾形成了一口漩涡，其内有雷光闪烁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挤出来一般。掐指一算，乾坤有变。李长寿在身周撑开了一层法力罩，立刻从岩洞中冲了出来，迅速落向地面，准备施展探云游龙步。可他身形刚刚下落，就听头顶一声轰鸣，一道火红色的身影从漩涡之中冲出，如落雷般急速撞到地面。这人影恰好落在了李长寿落脚点前方3丈，溅起了一堆泥泞。李长寿的身形迅速后撤，3张纸人已经扣在掌心，但紧接着李长寿看清了被包裹在一层浅红色光照中的身影，眉头略微皱起。我是老天爷瞧我挖灵药毒草挖得太舒坦了，特意给我增加一点任务难度？还是我这次出门犯了什么命煞？这场是写在我命里躲不开的小灾祸。他眼前这个身着火红仙裙的身影不是旁人，正是有秦玄雅。只是他此时受伤颇重，左肩之上有一道深刻脊骨的伤口，鲜血揉杂有毒的雨水顺着玉臂不断的滑落，右手紧握的大剑也没了剑鞘，剑身上有着几道蛛网般的裂痕。他身上的伤痕最少有10多处，但都避开了要害。在李长寿看清楚他的同时，有秦玄雅也看到前方雨帘中有道身影，他低头喷出了一口鲜血，目光透露出几分决然，拄着大剑慢慢站起，但又觉得这个身影有些眼熟。李长寿眉头一皱，灵识散不开了，并未感觉到有追兵来袭。联想到刚才的动静，显然是有秦玄雅动用了什么逃命的宝物，直接利用乾坤术法挪移到了此地。但要命的是，偏偏是此地。这面对同门见死不救，若是有秦玄雅活下来，回到师门内告他一状，也够他受的。但李长寿并不想卷入这场纷争之中，这本来就跟他毫无关系啊。虽然被告一状的确会很麻烦，但也就扣一扣月供什么的。哎呀，雨好大，雨好大，视线完全被挡住了，啥都看不见的。哎呀，看不见。李长寿低声嘀咕着，淡定地转个身，面对着背后的山崖，双手开始迅速捏起土遁的法诀。在线等一个愚公，急！长寿师兄。有秦玄雅有些错愕地看着雨幕中李长寿的背影，低头咳出一口鲜血，又急声道：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，你修为太低，他们人多势众。话语还未喊完，有秦玄雅的双眼已是无力地闭上，自身气息彻底混乱，伤势爆发，连人带剑扑通倒在了泥泞的路面上。头顶阴云中闪出了一道闪电，雨声越发的嘈杂。算了，看在你还算有良心的份上，用土遁带你办成，后面我就真的管不到了，只能让你听天由命了。只是咳嗽2声，浑身上下传来的疼痛就让有秦玄雅从昏迷中迅速清醒。
这是何处？柳青玄雅有些机警地坐起来，乌黑的双眸闪烁出浅红色的毫光，这阴暗的岩洞在他眼中顿时如同白昼一般，分毫毕现。如他这般已经修行到了反虚境4阶的炼气师，暗中视物自不在话下，不必刻意修行什么法术。最先映入他眼中的就是岩洞出口处那块大原石，原石应当就是从此地挖出去的，与岩洞的轮廓完美契合，只在周遭留下了一缕缕透光的缝隙。外面此时应该也是晚上了，光线十分昏暗，灵石散出，方圆几里只有少许的毒兽活动，除却自己之外，再无任何人影。我得救了。心底浮现出了几幅画面，是自己被众贼人围攻，苦战之后被擒，在对方准备蛊虫的间隙得了个机会，撕开了师父赐下的保命符箓，挪移千里。这般挪移是不确定落点的，本就是十分冒险的举动，好在他掉在了一处大雨滂沱之地，又在雨帘中看到了那个最近刚认识的同门师兄。是他救了我。看到了手边不远处放置的2叠符箓，几只瓷瓶，柳青玄雅略微愣了一下，随后他低头看脸自身，那本自有些苍白的脸蛋突然爬满了红晕，轻轻咬了一下粉嫩的薄唇。可惜了，她这般美人极少出现娇羞的神态，此时却无人能够欣赏。李长寿早已经溜了不知多久了，